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2重置版德鲁伊的流程》。今天是噩梦的第5章，这也是风系德鲁伊最后一次出场了。到了地狱难度呢，咱们要转成狼德、物理狼、暴力狼。小弟现在拿着一把遵从，我有一把无形的呀，但是他现在呢拿不起来。转成狼德之后呢，法师那边有几个好消息啊！我打出了一把盗墓者，有形的。另外呢，还出了一个28号符文。这个符文出的时机呢，我感觉还成吧。因为咱们的双热圣骑士啊，一直等到地狱的通关，也没能等来28号来做悔恨。那这次出的28呢，就不做悔恨了，给小弟安排一个刚毅吧。刚毅的话，咱们符文有了，但是没有底材。我呢有4孔的甲，但都是有形的呀，没有无形的。看一下吧，如果最后呢没有打出无形的，咱们就凑合用有形的做一个吧。防御力呢肯定是要打折扣了。我现在给小弟穿的就是无形的虫壳，虫壳呢还成吧，它呢增加血量，增加4防，就是日用品，等于是。这个龙卷风啊，攻击力超2000了，噩梦难度非常的强烈。但其实也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噩梦难度到了第4章、第5章，对面还是比较强的。咱们这种800血左右的角色呢，万一中了诅咒，然后受了一发强力攻击，是容易扑街的呀。直接往前走啊，去做第2个任务。下方的经验条要满了，感觉是要升级啊。这样的话，这张可能会升3级。因为咱们打3BB，应该会升1级。巴尔那5波金怪经验值也比较高。升级的话，我应该是风甲还没加满吧。风德呢，相关的技能比较少了。如果我用风德来打地狱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搞一只熊了，或者呢把项目智者搞出来，又或者2者啊都有。熊我感觉还是比较必要的。咱们一个纯法师需要在前面顶的人，大家注意我这个小弟啊，力量光环，这。然后呢，我还是个法师。这个雇佣兵呢是给狼德准备的。到了地狱难度呢，咱们就不需要重新雇佣了，不需要重新练级，直接就还用它就可以了。但是目前呢，我应该是借不上什么力啊。升级了，增加一下伤害吧。这个伤害提升的有限啊。我点一点，大概呢，相关的技能能涨个20、30。小旋风这个技能呢，我很少用啊，它是一个控制类技能，但我真的很少用。咱们噩梦难度呢，现在输出比较高，就不用控制了呀。属于用力量来弥补了技巧的不足。就是你有足够的冲劲儿啊，你就不需要掌握什么节奏啊、技巧了，你冲就完事儿了，对面肯定是受不了啊。但如果你力量有所不足的话，
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节奏啊、技巧啊、时机啊等等，玩一点花样。这个懂的都懂吧？但战斗时间呢，可能会持续的更久一点。我的 TP 杖如果没有了，我应该会回城一趟了。这里呢，咱们冲的比较猛啊，前2个任务都做了，还在往前冲。龙卷风的方向真的是恶心啊！我几乎是贴着脸在那儿射了，结果呢还是不开门啊。暴风还可以，因为它就是在你身体周围嘛。这小龙卷风的蛇形走位实在是恶心。其实德鲁伊啊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风德。狐狸狼我不太喜欢，我更喜欢双热圣骑士一点，毕竟是亲儿子。怎么练怎么有理啊！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传送站啊！咱们出城还没回城呢，这已经冲到水晶通道了。蛇的 bug 应该是修复了，看见这蛇呢，我就想起了地狱的蛇的 bug。应该是已经修复了，相应的呢，火墙伤害也修复了。哦，冰河路径在这儿。我是不是又跑反了方向啊？上一期我还说呢，我说我应该晃点一下 AI 啊。趁其不备啊，突然转头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看一下这儿啊，开个门吧，咱们去找传送站。哎，没点到吗？没回去啊？终于回来了。修一下 ，TP 杖要碎了。可以了，咱们继续出发了。水晶通道，冰河，从这边走吧。这边看起来远啊。经验值又1半了呀！啊，这样搞不好，这关能升4级啊！第5章升了4级，看一下吧，能不能达到啊？那地狱难度我练到多少级进呢？我估计会练到75左右。就是咱们可以把火炬拿起来，啊，火炬呢之前打出来了。我现在打出的火炬呢，一个死灵法师的，这是当时给大家录制视频的时候打出来的。后来呢，打出了一个德鲁伊的，另外还打出一个野蛮人的，现在有3个火炬。打出德鲁伊我就知足了呀。因为之前录制几个角色的时候，经常是抗性卷轴领了，但是忘了用啊。后面好久才想起来点了一下。
尼拉赛克，噩梦难度的尼拉赛克还算可以吧？看看他给的这个头，真的垃圾啊！我的天，一个技能点都没有。这里咱们先往北，哎，这种怪可以啊，他们就是上来莽上来冲啊，撞到龙卷风上就没了呀。打完噩梦之后呢，就开着8PP 去打巴尔，他之前那5波小怪啊，经验值非常高。我一定得练到75啊，起码把火炬拿着。感觉我 TP 这一下还是有点贴图错误。这次找路比较顺利，看一下哪个方向啊？方向柱子上少一个尖儿，但是呢，这个地图有点小啊，我有点看不清。哎，看到了，这里打尼拉赛克就是一个 TP 上去啊，然后贴着脸龙卷风完事儿了。我血量加一加，或者呢，咱们削苹果皮的打法也可以啊，就是绕着他来，然后把他的小弟呢消没了之后，上去用龙卷风打，这样的话安全一点。这样游戏进行了12分钟，咱们已经做了4个任务。接下来呢就是3BB 了。3BB 的路比较远啊，咱们已经找到了冰河路径，出去之后冰冻台原，然后先祖之路。然后到山顶打3BB，但是这段路呢就不给大家剪掉了。到了地狱难度啊，我可能会剪掉一些跑路的流程，因为咱们用的是物理狼嘛，狼形态呢，咱们那个 TP 杖用不了。所以跑路的效率啊就会受到影响，看情况吧。顺利的话咱们就不剪，如果跑了很多冤枉路的话，就给大家剪一下。我呢也没有谜团，衣服穿的应该是强制。又要升级了。感觉这张升4级应该可以达到啊！好，升级2级了，现在60。继续增加伤害啊！我没有带0啊，因为毕竟咱们现在才60级，边缘点啊都向风系的技能倾斜了，没有召唤物。
药瓶整理一下，把这些小紫瓶啊带上。这样的话，万一要扑街，能够抢救一下。噩梦的3BB 应该不难打。行了，去找他们3个啊！我假意要往下走，然后呢往上走了。看一下这次的虚晃一枪啊，能不能找到入口？这关给我的怪物组合还成。我感觉是有一点跑偏了吧，跑了半圈了，也没有找到山顶啊。那可能是把我给晃点了呀，预判了我的预判啊。哇，真的，感觉跑了大半圈了。米山升级了，传送站我都找到了呀！天哪，我感觉已经要跑一圈了，跑回来了吗？这不，南辕北辙了，属于是。误入歧途啊！你在这儿。离入口真的不远啊，感觉2个屏幕那么远吧。来吧，把他们3个叫醒啊！刚一下正面啊，哦，输出很高。小弟呢需要加血，谁有毒啊？哇，这一个旋风啊，段数太多了，真疼。这回公平了，2v2。现在呢，2v1，可以升级了，我们升了3级了。TP 杖还有几下啊，可以往前探探路。27%、8%的经验。打那几波怪啊，肯定会再升1级的。这个真的不错呀，这张竟然升了4级啊！我其实还是在一直跑路，没太打这些怪，因为咱们是全程啊一刀未剪录下来的。这个跑路的过程大家也看见了，经验竟然这么多呀！这说明呢，咱们的级别啊真的有的练。哎，这边是路吗？不是，这边是点。回来修一下吧，把 TP 杖修一下。2层，然后3层，然后王座。其实呢，我带着 TP 杖用狼也可以。那想 TP 的时候呢，就变回人形呗。这里有电轨，噩梦的电轨吓不到谁啊？中毒了，井水呢能喝2口。好，这边应该是下3层啊。今天整体呢找路还可以。
哇，经验快一半了，这里怎么经验这么高啊？刚才的经验值啊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上涨啊。我看更新之后呢，开8PP 啊，可以直接在游戏的选项里进行调节了，已经不用你输入命令行了。但是呢，每次重开游戏之后，它的难度啊都会重置，你需要重新再调一次。但其实我感觉，你就把命令行啊放在你的剪贴板里，每开一个游戏呢输入一次，应该更简单一些。好，这里呢是最后一层了。毁灭王座，我还没等见到那5波小怪呢，我的经验值已经60%多了。哦，这里也有电轨，幸亏是噩梦难度啊！地狱难度的话，我头上顶着伤害加身。我就不敢动了，再加上咱们现在只有800多血，真的不敢动啊！电轨会问啊，你敢动吗？我不敢动啊。好，咱们在这儿开龙卷风啊，无所谓。你把我衰老了呢，我的风又不会衰老。腰带的最后一排蓝瓶是为了燃烧法力的怪准备的，平时没什么用。这波啊，我往后退了一下，下意识的，因为他的九头蛇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升级了，真的升了4级，夸张啊！62级了，62的话练到75，还有13级的差距啊！练吧，今天晚上呢有事儿干了。一个 TP 上来，用风打他，2种风啊！哎，他也 TP 了，跑了，啊，又跑了，过分啊！重新开了一下，打完，我的天，这也太黄了，好黄啊！不忍直视，那好吧，咱们的噩梦难度呢，风德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。下期呢，咱们开始地狱难度的狼德了，咱们下期见。